没事没事，能被美女撞到是我的荣幸才是呢。你也是来参加酒会的吗？我只是个小人物，没有资格参会。我是陪朋友来的。那我要谢谢你那位朋友才是啊，让我荣幸的能见到大美女。红色很配你，让人眼前一亮。这里美女如云，我又算什么？什么？并没有吧？我怎么好像只看到一位呢？可不可以请大美女到那边坐一坐？好。谢谢。我们早就听说，谭宗明请来一位高手，一出手就是几个亿的并购案。没想到你是这么年轻的。几位夸奖了，我需要去招呼一下我的朋友，失陪了。有机会合作啊！幸会幸会幸会。这是我的名片，我姓曲，是做金融和贸易的。美女呢？我姓樊，我在外企工作。不好意思啊，我出门的时候没有带名片。美女一般是不需要带名片的，不是吗？可以借用一下你的手机吗？我手机没电了。谢谢。你的手机号码我已经有了。第一次来类似这样的场合吗？当然不是。平时喜欢干什么？打高尔夫球吗？喜欢。好啊，有机会可以一起打。不好意思，我要走了。这么着急啊？等下有几件拍品还是不错的。不了，谢谢。要不然我送你吧。不用，我朋友有车。男朋友、女朋友？女朋友。那我就放心了。拜拜。刚才那位男士一个晚上都抓着你聊天，樊小妹，你很有魅力啊。哪有？我刚才不小心撞到他了。倒是你呀，一整晚都是话题中心，真是令我刮目相看。哼，借谭总的招牌而已，就像是京剧舞台上的将军，后面旗帜插得越多，越像是舞台的中心，其实是狐假虎威。
不过今天晚上有你在，我心里很踏实。拿的谁的名片啊？包奕凡，包奕凡。听说是一个青年企业家的楷模。不过我之前看过一些财经杂志做他的专题，看样子已经掌握集团大权了，实权派啊！哼。我的另外一张名片。要不要去喝杯咖啡？现在回家还早。不是很方便。我回去还要整理2个报告。这张名片上只有名字，没有头衔，而且只有1个电话号码。2个电话号码是不一样的。哼，奇怪，他给我2个号码做什么？有不止一只手机的人呢，会认为别人也是有不止一只的手机，他想要你的私人号码。安迪，你真的是魅力无限，光芒四射。算了吧。在这些人眼里，我只是他们的赚钱机器。说句不中听的话，其实你大可不必这么认真。他那种男人啊，接触的女孩多了，他看到你又漂亮又聪明又专业，非同常人，不免想尝尝鲜。最好呢是你情我愿交往一段时间，分手了也没所谓啊，大家可以做朋友，可以合作赚钱，多好啊！他哪来的自信，认为我会愿意跟他喝咖啡聊天，消磨光阴？因为他有钱啊，他有能力，而且他年轻英俊，这就是俗称的王老五啊，钻石王老五，知道吗？想跟他一起喝咖啡的美女，可以从他家一直排到大街上去。如果没有魏兄，你一定答应他的邀约。即使没有魏兄，我也不会青睐他的。10句话就能看出来，他没有理科生的头脑，其他的更是没有亮点。樊胜美一时无法应答，人的追求竟是如此的不同。他不禁想到刚才车前面那位钻石王老五，他樊胜美的青睐标准又是什么呢？他的标准似乎无法像安迪一样理直气壮地说出口。嘿，后面有辆车，好像一直在跟着我们。该不会是刚才你的那位先生吧？哼，人家已经迫不及待地追上来了，樊小妹，原来你才是魅力无限、光芒四射呢。安迪，是这个卡片男。
人体基础体温是37度，实测目前的室外温度应该是15度，温差相差22度。人类脂肪层缺少北极圈生物特有的胶原蛋白与弹酶蛋白，保温效果不佳。热传导与热对流与温差成正比，单位时间、单位散热面积下，温差越大，散热面积越快。我保守估计我大概有5分钟时间，现在是9点17分，还有4分30秒。另外我已经记住了包总的另外一个电话号码：18618368029。天儿确实有点凉，你放心，我不会占用你太久，我只是想跟你约个时间谈工作。未来的3天，我都会在上海。OK， 明天我可以让秘书给你打电话约时间，不过不知道应该让他打你哪个电话号码。打我第一张名片上的电话。不好意思，耽误你时间了。今天很高兴认识你。我也是。我把他镇住了。万一他是诚心诚意想跟你谈合作呢？他要是拿出点泡妞的资金，还轮不到跟我谈。他要真想合作，我这边才刚上手，业绩也不明朗，这个时候他投入资金是不合理的，只会让我怀疑他的智商。这个人做人不真诚，用心又不老实，连朋友都不能做。他只是错用了对付常人的方式对付你。唉，难怪男人们都不待见你这种女强人。女强人显得他们威信全无。不过我提醒你啊，考虑来日方长吧，毕竟他是个潜在的大客户。只要是正常的生意人，都不会跟钱过不去。我要是业绩不好，再巴结他也没用。我业绩足够好，钱可以化敌为友。再说我也没有做什么得罪他的事情。对付这种不真诚的人，掐掉他们的小小气焰而已。他怎么就不真诚了？大老远的跟你跟到这儿，就为了说那几句话。还有，你说他有气焰，他哪来的气焰啊？啊，他这种人做到这样已经非常可以了。同样出身富裕，你看看曲筱绡的气焰。他们有气焰是他们的事情，我不认可是我的事。我不干涉，又何必迁就？这不叫迁就，这叫承认现实。社会就是这样有高有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你就是再强大，你也不可能一直在无菌室里待着。喂，曲总啊，我们到家了。可以啊。好，那你开车小心点。OK。这速度也太快了吧！我也没想到会有下文啊。他就是问问我们到没到家，还说周末约我吃个饭。喂，曲总。安娜美女，明天约吗？一起吃个饭。好啊。OK， 明天见。千万别给我省钱啊，安娜美女。我吃的少，得减肥。一份煎芦笋，一份西班牙海鲜汤。好的。点的太简单了，来，再加这个法国生蚝2份，牛肋排2份，牛尾汤2份，然后甜点要你们这儿最有特点的 cheese 蛋糕。好的。啊，再开一瓶98年的木桶，谢谢。就咱们2个人吃不了那么多的。只要你喜欢吃就行。对了，明天是周末，你有什么安排吗？一周都在上班，根本没有时间收拾家务。周末一般都是在家里做家务。劳逸结合，给自己放半天假。明天下午我去接你，咱们先去打高尔夫球，再去吃大餐，然后呢，大美女有什么高见吗？最近是贺岁档，应该会有很好看的电影吧？好。怎么突然想要来这里？好不容易送走了客户，搞定了项目，不吃顿好的怎么行啊？
放心，知道你晚上有手术，吃完了我麻溜的送你回去。好吧，说好了，这顿我请。行行行，你请就你请。您请坐，谢谢。给您菜单，谢谢。男士优先。好。不是吧？这样也能遇到？真的是冤家路窄啊！说什么呢？我邻居，装有房子骗人的那个，坐他对面那个男的，估计就是他的新的交往对象了吧？你等着啊，我过去打个招呼。干什么？喂喂喂，小乔，小乔。樊姐，这么巧啊，你也在这吃饭呢？我们认识吗？装什么呀？邻居都不认识啦？这位先生，这你先别说话，你什么都别问，先让我笑一会儿。我们楼上有个出租屋，住了好几个女孩，确实有一些比较出格。拎不清的人不能搭理，做得好。曲总，你们怎么了？好像认识啊？啊，一个亲戚朋友家的妹妹，出了名的惹事儿精，人又不怎么样，被他缠住，不死也扒层皮。你不认识最好了，像这样的人以后也不要搭理。来，敬你。快说。你猜，跟樊胜美吃饭的那人是谁呀？谁呀？跟我争家产那个败家哥哥。哎呦，这是我今年遇到最好的一场笑话了。他俩怎么会搭过到一块儿的呢？不过以我哥那德行吧，根本就用不着我出马，哪管让樊胜美哭着回来。哎，他刚才居然说不认识我。我看到我哥我都惊呆了，居然没戳穿他。都知道你是去捣乱的，认你才怪呢。别折腾了，好好吃饭吧。谢谢。吧，就当我日行一善，放他一马，不去搅樊大姐的桃花烂账。哎，对了，这个周末你有空吗？我请你去听音乐会，算是补偿你上次给你放了鸽子。什么音乐会啊？就是上海一群业余乐队的表演，巴赫、李斯特、舒伯特、贝多芬，各种风格的表演都有。当然，水平呢会参差不齐，不过偶尔也会有小惊喜。古典乐啊？算了吧，我去我肯定会睡着。关关，你看啊，先把这些肉放在里面炒一下，知道吧？这样，你把这些东西放冰箱里吧，刚买的。哦。樊姐，嘿，樊姐，你快过来看，我全从超市买的这些，买了好多呢。我买了厨具、速冻饺子，还买了好多菜呢。哇塞，厉害吧？哎，你知道吗？我都算了，公公帮我一下啊。吃一顿速冻饺子，比咱楼底下那个快餐省一半的钱呢。而且早饭、粥，什么咸菜、
各种东西加到一块儿，你知道成本多少吗？1.5块。樊姐，你看莹莹她有模有样的，弄得跟真事儿似的。小蚯蚓，我就喜欢你这样的，说到做到，行动力极强。那你们赶紧再夸我几句。你们都不知道，我把那些菜背回来，我都快累吐了啊！可不嘛，要想从这些老头老太太手里抢这么多打折的菜，实属不易啊！更何况小蚯蚓一个人把这些菜从超市扛回来了，简直神勇无比呀！哟，你还会削土豆呢？这削土豆的姿势也是无比的销魂呐！谁要是娶了我们家小蚯蚓啊，那也是赚大发了。樊姐，你这是我亲爹，我现在给你弄那个土豆炖牛肉啊！干嘛呢？隔着好几扇门都能听到你们的声音。做饭呢？你又想干什么呀？上次樊姐的事还没找你算账呢，你这次来就想干嘛？樊姐什么事儿呀？我怎么不知道啊？樊姐，昨天你把我的心都给伤透了，这又没有男人，你还装作不认识我呀？不好意思啊，我依然不认识你，更不想认识你。还有，别叫我樊姐。哟，樊姐生气了。你记不记得上一次我帮你查出你那个老同学的车子是借的？这次你想不想知道昨天坐在你对面那位先生有没有太太呀？我跟他很熟，他家里什么情况都有哪些人，我清楚得很哦。谢谢你啊，不劳你操心。真的不想知道啊？樊姐呀，这做生意的人水可深啊，我劝你还是别摸着石头过河，小心摸出个小三儿来呢。我喜欢瞎子摸象，我就是摸出个小三、小四、小五、小六都跟你没有关系。好吧，那我没有办法了。可是怎么办呢？这次不光是车牌号码，我连这个先生的微信、手机、朋友圈全都知道哎。你到底想干什么？放心，我没有查他，根本也不需要查嘛。我昨天花痴我们家帅哥还来不及呢，没工夫管你的闲事，连这种当可追着上，真傻。我给我们家白粉丝去喽，拜拜。这小雪为什么总是挑衅樊姐呀？什么症病啊？谁知道？可那根本不是挑衅樊姐，她就是看不得每个人好过。黑猫警长，你在这儿干什么？吃饭了？快走，林师兄！啊！快走，快走，快走！哦。小瓜，小瓜。林师兄，要不你先走吧。啊！拜拜。哦。嗯。我先走了。好。拜拜。拜拜。过来。你老是不吃饭是为什么呀？不饿吗？快点来，吃饭了啊！你怎么也没吃多少东西啊？平时你最能吃了，多吃点。刚才谢谢你送我师兄上楼。明天我要出差，可是天气预报说明天有冷空气要来，猫猫不能饿着肚子里遇冷空气啊！你可不可以明后天帮我各喂它们一次啊 ？OK？ 好，你把猫粮留给我就行了。还有啊，那这只是曲小五，最猥琐的就是它了，你一定要保证它要来吃哦。哦，好了好了，我知道，它害怕，你一定要保证它来吃，而且要让它吃饱。它的身体最差了，如果它没有出现的话，你帮我找找它好吗？你之前带我参观过他们的窝，我知道去哪儿找。谢谢你啊，就知道你是个拎得清的人。吃饭啦，到处跑。我问你个事儿啊，你明明就不是坏人，你为什么要跟樊姐过不去呢？你让我们都讨厌你，你难道就高兴了吗？还是说，你根本就无视我们的感受，只是拿我们取乐呀？你替樊胜美讨公道吗？
姑奶奶不吃鸳鸯官司，这事得说清楚。要是不说清楚的话，你们还以为我姑奶奶欺负人呢。安迪呀，在家吗？你为什么一定要这么针对他呢？总得有个理由吧？好吧，言归正传，樊胜美啊，实质上是个捞女。我不会冤枉她的。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啊，她正在那儿得意洋洋地教唆傻大胆小秋，说什么要削尖脑袋去参加一个酒吧的开业典礼。她去那儿的原因啊，是为了要去掐尖儿。今天是酒吧开业，去的可不是方方面面的人尖儿。姐姐我啊，是去掐尖儿的。因为当时在酒吧的人非富即贵，你们说她这种想法不是捞女是什么呀？当时我就刺了她几句，可是后来在酒吧我看到她被人冷落，也怪可怜的，放了她。我心想，也许她只是虚荣吧。可是后来我帮她查王百川车子是借的时候，你猜她怎么说啊？她说她是骑着马找马，留着王百川只是解决欲望问题。可是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还要跟你王同学装作情侣状呢？因为老娘有一个荷尔蒙需要平衡一下的。而且她在王百川面前装的什么都不知道。他借着王百川在客户面前死要面子，拉他去商场里放血。我当天就看到他敲了王百川一条爱马仕的围巾。麻烦你转交给他行吗？我帮他摆平了狼子，他必须得放点血。这种捞女，我从小到大真的见太多了。我爸有几个臭钱，身边有无数苍蝇围着他转。我妈一个人赶不过来，都是我帮着赶的。不管是男的女的，只要他露出一条狐狸尾巴，我就能闻到他身上那股骚气。这不，樊大姐最近不是交了一个新男朋友吗？我好心上去提醒她，这个男的肯定有问题，可是人家听都不要听，还说什么不管摸上什么小三小四都是他心甘情愿的。这不是捞女是什么呀？捞女是全民的公敌，我见一个灭一个，灭到他年老色衰捞不动为止。樊姐，别难过了，曲筱绡它销量不了多长时间。你想啊，我们都是站在你这边的，反正到时候他要是再跟你怎么着的话，我帮你跟他吵架去。以前上学的时候，师哥师姐跟我说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我本来不信，不过我现在真的信了。就拿樊姐你来说吧。我就认为你长得就是比曲筱绡好看，什么都比她好，可为什么就没能有个男的来照顾你、保护你呢？反而是那个曲筱绡，干什么都有人献殷勤。所以说呀，出身好的就是不一样。邱鸳鸯，听我的话，别学我，趁早找个好人嫁了。咱们不像安迪，不像小曲，就连关关他们家里比咱们强，是不是？所以趁着年轻，赶紧抓牢一个人，不然以后啊，会越来越难的。樊姐，你对我真好，你就像我亲姐姐一样。22楼，你是最关心我的那个，谢谢你，樊姐。我去盛汤了去。就是这么爱我的呀。小曲，我们不要干涉别人的生活好吗？只要樊胜美没有惹到大家，你跟她保持表面和平，如何？算我对你一个小小请求了。我实在不愿意看到每次大家聚会的时候都不欢而散。至于她约会的那个男的，回头我问问他，看看他的态度。但是我相信他一定不会追着要当别人的第三者。安迪，你就不要再替他解释了。他当然不可能哭着喊着说我要当第三者，我要当第三者。他对这种事情的态度，就像是对庄凯子、王百川一样，当做纯洁的不知情。但是他该干什么干什么呀。他是爱王百川的，真的。
他跟王百川在一起不是为了什么一条丝巾一个包什么的，只是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肯承认他对王百川的感情。他要是真的爱王百川的话，他可能1个星期内找上新男人吗？他可能有30岁危机，他怕他做剩女就嫁不出去了，所以他在30岁的最后几天里争分夺秒。你真的相信有30岁危机吗？安迪还大他1岁呢，你什么时候见过安迪今天交往一个男人，明天交往另一个男人呢？其实我也跟对我有暧昧想法的男人吃过饭，当然我谈的是公事，所以我认为跟男人吃饭也未必就能代表什么。我觉得小凡是个矛盾体，他是虚荣，但他本性不坏，而且他对大家都很够义气。我们总不能要求他是完人吧？所以小曲，休战1个月，我们再好好看看。好，我答应你。说话算数啊！上次你在山庄就作弊啊！这次真的相信我，我没有时间跟樊胜美玩，还要出差呢，忙得很。出差回来呀，还要跟某些人玩，没时间。这次呢，我就当个坏人，加个威胁。如果你违约，当心我找姚兵。安迪，我爱死你了！我跟姚斌和我那些朋友的关系你是不会懂的。不过我向你保证，我真的没有时间找樊胜美麻烦，真的没时间。曲筱绡一席话让关雎儿困扰不已。他所认识的樊姐与曲筱绡所说的那个樊姐是如此的不同，但不可否认，在他心里有一根指针稍稍偏了点方位。也许是小曲误会了什么，又或许是樊姐有别的理由。在关雎儿心中，她始终不愿承认那个为了同伴挺身而出的樊姐会是曲筱绡所说的捞女。小关，我多一句嘴啊，我们心里可以有不同的见解，但是没有权利对别人扔石头。是呀，小雪和樊姐都有各自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我也是，即使看到了别人的缺点，也无权理直气壮地朝他扔石头。对啊，就是这个道理。没有人是完美的，对方有罪，你又何尝无辜？与其站在道德制高点去苛责别人，不如先要求自己。谢谢你，安妮姐，我明白了。的错，不要来你侮辱我的美。你不是我的 style， 为什么还要缠着我？的错，不要来你侮辱我的美。回来啦！你怎么去那么长时间？哎呀，我在楼下遇到安妮姐了，就聊聊。当，邱大厨的土豆炖牛肉，香吗？好香啊！安妮，快点过来吃吧，可好吃了。我去盛饭啊。我这时候忘了点什么事儿，我忘了煮饭了。那没有饭咱们怎么吃呀？要不然你们先喝汤，吃点牛肉，我改天再给你们弄。先尝尝吧。看你自己就盛这么点，能行啊？啊，行了，全当减肥了，吃点这挺好的，多营养。谢谢范姐。好喝吗？好喝哇！哎，真不错。哎，自己家做的就是不一样，没有味精，真材实料都是。真的？土豆炖的面的，都入味儿了，真棒。牛肉也很烂啊，放到嘴里就化掉了。小蚯蚓真棒，这厨艺真是赞。我就说嘛，我在别的事儿方面总是笨笨的，什么都干不好。原来我才华都在这儿呢。洋洋，你这是自黑呢，还是自黑呢？兰姐再给你盛点。喜欢也不能多喝。如果这么放纵下去啊，我去年的裙子可就穿不进去了。那我熬这么大锅，你就吃这么点啊？那也是要节制啊，对吧？喂，老胡啊，
啊？你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呀？啊，你等一下啊。我给你盛点。我哥又怎么了？啊？他又干什么了？小梅啊，不是我不肯帮你，你哥这保安原本做得好好的，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跟他顶头上司打起来了，而且还不顾场合，也不看看 VIP 客人还在大堂呢，就在大堂开打，结果两个人全挂了彩，先送医院，后进派出所，闹得那叫一个大呀。老胡，对不起啊，你看你费劲巴力给他找一份工作，怎么又干出这样的事儿呢？哎，可不就是嘛。哎呀，老同学啊，本来啊帮忙也没什么，可这回我是真保不住他了，老总都发火了，对不起啊，真对不起。别这么说，应该我说对不起才对。哎呀，你说他又给你添这么大麻烦，这样，等我回去，我一定当面向你赔罪，好吗？哎，不用了，不用了，倒是你哥那边你可能得问问，我听说他这会儿钱挺紧张的，还从财务那儿预支了1个月的工资呢。这次打架是他起的头，要是没钱的话，可能没那么容易了结的。好，知道了，谢谢你啊，老胡。没事，挂了啊。拜拜。芬姐，你还吃吗？我不吃了，你们吃吧。你还吃吗？我吃饱了。那咱收了吧。哎，莹莹，你等会儿跟我去音乐厅不？2点半。就是林师兄说的那个。我不是特别想去，我有点困了。得了，那我自己去吧。我陪你去啊。帆姐，你不是下午有约会吗？我可以不去的，去听音乐会，陶冶一下情操，挺好的。我不能去吗？当然可以啊。那要不咱们收拾收拾，2点半，时间快到了。给我20分钟时间。我去睡觉了啊。再来点水果吧。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你忙吧。哎呀，你是不知道咱女儿有多厉害呀！本来我还按照老一套，是吧？让她放长线钓大鱼，可结果呢，她单枪匹马就把对方的负责人给说动了。我现在走到哪都有人跟我说：“老曲啊，你老了，不如你女儿喽。”瞧你高兴的那样，是谁火眼金睛，发现女儿的才华，把她从国外拉回来的？是你行了吧？当然是我。哎，老曲啊，你别说哈，你说他没回国的时候吧，天天就知道买这个买那个。这边不错哎。可是，一回国呢，就变了样子。哪变了呀？我本来就是块璞玉，要怪只怪某些人没眼光。那好，是爸爸没眼光啊，爸爸没眼光，行了吧？来，女儿喝茶。哎呦，烫着啊。走吧。帆姐，其实去音乐会不用穿的这么……怎么了？没事儿，挺好看的。不好意思啊，我约了朋友听音乐会。好啊，那下次啊，拜拜。是上次小曲说的那个人吗？是啊，你可别听小曲胡说啊！我跟安迪在酒会上认识的，我们只是吃了顿饭而已。倒是你呀，林师兄追你追得那么紧，你到底对他有什么想法？我也说不清楚，我就觉得他人挺好的，
但感觉就是师兄，也说不上有多喜欢。哎呀，又不是演韩剧，过日子而已，要什么喜欢不喜欢的呀？这个林师兄啊，工作稳定，人又好，而且对你又那么上心，像他这种青年才俊，好多女孩子会喜欢的。你再不下手啊，以后会后悔的，知道吗？小关，哎，林师兄，我还以为你们不来了呢。林师兄，谢谢你送的票，樊姐她正好有空，就一起过来了。难得樊姐有兴致。那其实今天这个演奏会，就算是一个小型的试听音乐见面会，但听说水准还是不错的。现在离开场我估计还有这20分钟的时间，你们要不要喝点什么呀？那我要瓶冰红茶。樊姐，你想喝什么？我减肥，喝矿泉水。好，那你们稍等我一会儿。麻烦你了，师兄。没事。樊姐，我想去那边 CD 店看一下。去吧。喜欢德沃夏克，有品位。不少喜欢听古典音乐的人只知道贝多芬、莫扎特，大师的作品当然值得赞赏。不过德沃夏克的朴实亲切、自然流畅，也别有一番韵味。这张碟里面收录的都是比较经典的曲目，民族特色和旋律感也都很有特色。哎呀，二位真的是好眼力啊！这张 CD 呢是纽约爱乐乐团演奏的，水准极高，发行量很少。我们店呢还剩下最后一张，请问二位谁想要啊？君子不夺人所好，这个就让给这位小姐吧。不好意思，让一下。关关，找什么呢？要进场了，来吧。票呢？在兜里。啊，咱姐还没票呢。我爸现在还天天打球吗？打，天天都打。你没看咱家那草坪一个坑一个坑的。真是的，打这么多年球，姿势还这么难看。小香，那个，这个项目是不是姚斌那孩子给你介绍的？对啊。你看他天天围着你转，是不是在追你啊？妈，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这点小心思啊。争家产就争家产，联姻什么的就算了吧啊。我跟姚斌就是哥们儿，他就是再喜欢我呀，我也不会喜欢他这款。那你从美国回来这么长时间，就没一个看上眼的？有啊。谁？想知道吗？当然了，快告诉妈妈。你真行。
抬头望见杂牌军，心中思念美纽音。举头望新手，低头思友友。终于现场有一位盛装美女哭出了我的心声，怎不令我内牛满面？这不樊大姐吗？她哪根筋搭错了呀？穿了一件参加葬礼的衣服跑到音乐厅里哭。谁发的短信啊？这么好笑，说什么呢？笑死我了。赵医生发的。他要去听听最没劲的音乐会，而且还是给业余乐手捧场，我没兴趣。赵医生，是你朋友啊？对啊，他什么都好，我打算发展他做我男朋友。医生，请他一起吃个饭吧。啊，不错不错，总算找个正经专业的。啊，爸爸支持你回国做的一切事情，爸爸都支持。闺女，那个赵医生家在哪儿啊？父母亲是做什么的？多大年龄了？医术好不好呀？别问，什么都不知道。我只知道啊，他是博士，正经的什么都懂。博士。博士，走，别打扰女儿。博士。宽宽，陪我去洗手间补个妆。现在最后一首没有删去，这首最后一首没有取，那就。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哎呀，老伴儿，有点耐心啊，这事儿总得解决吧。再打一下。哎，那你打吧，你打吧。哎呀，再打一个吧。来，应该再打。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打不通呀。韩姐，要不我出去跟倪师兄说一声，让他先走，咱们自己打车回去。好。嗯。
小关，怎么样了？樊姐她心情不好，哭得稀里哗啦的，在洗手间补妆呢。不好意思啊，害你连音乐会也没看好。这没什么的，谁都有心情不好的时候，能哭出来总比憋在心里好吧？嗯，那要不你先去陪樊姐吧，我就在这等着，等一会儿我送你们回去。不用了，她还不知道多久才好呢。你先回去吧，我俩打车回去就行。这不好打车的，还是我送你们吧。啊，本来从这到我家就需要路过欢乐颂，正好顺路。真的不用了，谢谢师兄，我回去看一眼樊姐。哎，小关，那好吧，那我就先走了。你记得到家以后告诉我一声，免得我担心。哦，好。无论林师兄怎么说，这一回关雎儿坚决拒绝。他原打算实习期一过就考虑他的接近，今天才知道，如果那个对他回眸一笑的男子这会儿接近他，他说什么他都愿意答应。因此，他必须拒绝林师兄的馈赠和好意。既然明白了自己的心意，就不能让他再有任何的误解。来电话了，我来。喂，妈，什么事啊？啊，小美啊，哎呦，你总算是接电话了，都急死我们了。你哥哥的事情你听说了没有啊？我知道，人家酒店要开除他了，你说这可怎么好呀？他打人打的还是上司，开除是应该的。哎，你怎么这么说你哥哥了？那不然呢？我又是花钱又是托人帮他找的工作，他倒好，一拳就给打没了。现在连我同学都被连累了，我能有什么办法呀？是的，小美，我知道的，是你哥哥不好，你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个德行的啊。他以前有工作的时候啊，你嫂子还天天吵着要跟他离婚呢。现在好了，连工作都没有了，你说他们的日子可怎么过得下去呢？现在他还在拘留所里待着，那么你嫂子呢，天天吵着要把雷雷抱回娘家去，那不是要我们的命吗？妈，这些年你们把我当卫生纸，天天替我哥擦屁股。他闯祸，他借钱，都是我替他解决的。可是这次不行，他自己作死啊，我也没办法。小美啊，你不能见死不救啊！你说你哥哥他现在工作都没有了，还要赔偿人家的医药费，他上哪拿出这么多钱呢？啊，你想想办法好不好？他拿不出那么多钱，我能拿得出来吗？我每个月就这么点钱，我马上要交房租了，我还要给我爸寄生活费，我没那么多钱。可，小美，你听妈妈讲啊！啊，我说了，我还有事儿，我明天跟你们汇生活费去。你们要是想贴补我哥，就贴补他吧。再见啊！不是小美，哎，挂掉了。安迪姐，我好像喜欢上了一个人。林师兄？那是谁？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就是那天音乐会，
我在门口的4G店遇见他一次，结果在音乐会上我又遇见他了。哇哦，一见钟情啊！安迪姐，我是不是特别肤浅呀？但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我就看到他，我那心脏就扑通扑通扑通直跳，然后我就觉得我哪都喜欢。哇，没有什么肤浅不肤浅的，日久生情很美好，一见钟情也很美好啊，只是方式不同，没有什么高低之分。那后来呢？后来就散场了呀。本来我还想凑过去说几句话的，可是我看他身边都是他认识的人，我就没好意思。也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再遇见他。这个情景就像是小说里的一样，听起来很美好。难得遇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人，想不想听听我的意见？我以前总把自己收得很紧，总是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一切让我觉得可能会失控的事情，我都认为是洪水猛兽，谈恋爱更是如此。直到我遇到小曲，我才发现，其实谈恋爱也可以很主动，也可以很轻松，不用给自己设置太多的障碍。可我连他是谁我都不知道，我怎么主动呀？除非我能想办法找到他。那倒也是。不行，可是他连我是谁他都不知道，他怎么可能喜欢我呀？我也不能因为我的一时冲动就打扰到他的生活吧。教官，你家教良好，懂得为别人考虑，这是好事，可也不必太束手束脚，处处只为别人着想。你也可以问问自己，你到底想要什么，然后勇往直前去追求。像小曲那样吗？可我感觉我好像做不到。不，你不用像任何人，你就是你。但是有些事情不妨你尝试一下，就算没有结果，但总比留下遗憾强，对吗？安妮姐，我知道你是为我好，我会好好考虑的。拜拜。拜拜。对了，有件事儿，兰姐她昨天特别奇怪，好好的约会给取消了，非要跟我听什么室内乐，结果听着听着还哭得稀里哗啦的。我在想，是不是跟她新交的那个男朋友有关系啊？就是酒会上认识那个。他好像挺有钱的，总带樊姐去特别高档的地方，可樊姐她好像不是特别开心。安妮姐，如果有时间的话，你能找她谈谈吗？我总觉得她不是小曲说的那样，也许还有什么别的原因。我知道了，你上班去吧。拜拜，拜拜。